当年 MP44 刚上市的时候，就有无数人高呼微将放大 KO， 没想到微将自己先没了。时隔多年 ，MP44 的放大 KO 终于来了。这叫微双的厂家是不是绘图转生的微将呢？先看看外包装，一看这个盒子风格，估计很多买过 MPP10 的老玩家都会会心一笑。这一脉相承的风格也无需再多说什么。人形放大到了30厘米，跟原版对比尺寸巨大不少。当然我左边这个是万向的。跟 MPP10 对比，不得不说左边这家伙颜值依然很高。主体塑料的颜色发色挺正，漆面平整度不错，不过还是有一些蹭漆的地方。用料感觉不如当年，整体摸上去手感比较生涩，完全没有官方那种润滑的感觉，也不如当年的 MPP10。部分地方开合后水口比较粗糙，需要自己修一修。关节调教比较紧实，齿轮声音清脆。只有2个脚后跟旋转部件偏松。另外腰部这个卡扣实在是太紧了，扣好之后很难拆，硬拔容易损坏其他地方，最好还是打磨下。脑袋的刻画还行，只是两侧的天线做小了，而且比较软，开合2个都是歪的。膝盖的联动关节还可以，但是裙甲的回弹联动取消了。腹部侧面还有脚尖处露出了2处漆面，厂家说后续的批次会修复。脚尖是合金件，调整配重，增加站立稳定性。背后没有语音背包，附带一个开关，不过并不能填补2侧空洞，据说后续也会有带语音包的版本。附带了一堆配件，能量斧和大枪额外多给了一个，作为出版不足之处的补偿，可以玩双斧或者双枪造型了。拔下手部的时候不要支着拔，很紧容易损坏，按压根部连接处向内拔就能很轻松取下。一个金属的能源宝，中间是金属漆，不如透明件漂亮。一颗战损头和腹部战损造型件，一颗咪咪眼头，一颗红蜘蛛头及红蜘蛛肩膀进气口，还有一个飞行背包及2个特效件。特效件内部气泡还是非常明显的，还有一个微将车厢的软接头，需要拆掉原本的连接件替换。变形跟原版一致，我就不详细演示了，主要看看流畅度就行。我完全想到哪变到哪，所以有的地方可能拍得不够清楚。想要了解详细变形方式的兄弟，可以去搜一下 MP44 的变形讲解。2个轮胎翻折的时候，应该是公差没控制好，会把中间顶开，感觉还挺惊心动魄的。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公差没控制好的原因，我翻折的时候直接把轮胎的纤维卡扣顶断了，大家到手也注意一下。
整体变形体验比较一般，虽然卡扣还算精准，只是原版甚至万向只要到位了就能轻松密合的地方 ，PP44 都要刻意去找卡扣，关节表现生涩，甚至很多地方过紧，变形手感不佳。放大之后，整体密合表现并没有很好，两侧油箱没有挖卡扣，无法固定，需要自己动手，后续批次会修复。车头后方内侧的卡扣即使扣合上也会弹开，导致车头后方密合不佳，看看后续会不会修复密合问题。电镀的表现还不错，轮毂油箱等部位都给了电镀，没有什么明显瑕疵的地方。虽然售价不到3张，性价比很高，但整体的做工并不如当年早期的 MPP10。年前这批出版赶工痕迹也非常明显，存在很多问题，还需等待后续修复。另外之前爆料的微震天手臂和融合炮这次也没有附带，不知道是不是打算后边再出一个能量宇宙的战损造型版，所以还在观望的兄弟建议还是再等一等，不要着急上车，票子捏在自己手里永远不会亏。好了，这期微双 KO 放大版 PP44 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树熊，不是熊，大家下期见。